我和谢随东的婚姻始于一场相亲，长辈撮合，见过3面，领了证，就进了洞府。婚后，谢随东依旧绯闻不断。结婚第10天，我独自飞往哈佛。异国5年，我生下了我们的双胞胎。身为父亲，他对孩子的存在一无所知。截至今天上午8点，沙宁县遭遇100年罕见的特大暴雨灾害，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。谢随东，目前确认你这一通接一通的电话，102人受伤，丢下老另有公出国13 5年，人失踪。刚回来就学会查岗了。谢随东，你听我说。听你说。徐金桥，你凭什么认为老子是个会听太太话的男人？往好了说，咱们是在冷战，再聊下去，那不成热战？挂了。顶级3代谢随东陪同大陆影星黎清雅现身香港跑马地妇产医院。许医生，你老公到了吗？苏明说被困时打通电话了。在电视里。啊，原来是互联网老公啊！真没想到，许医生您这么高冷又高知的女神，也想给他当老婆？谁不想呢？我也想。这男的长了一副玩得很开的脸，和他结婚那不糟心一辈子，嫌自个儿命长吗？哦，对了，许医生，您可以出院了。吃了吗？关心老公啊。不过你看哪个做妻子，关心老公的语气，跟问候敷衍路边的狗一样。徐金桥，也只有你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没有感情基础的闪婚，是要用5年、10年，甚至一辈子来还的。5年没见，这就没话了。你说咱这日子过得有劲儿，我见过夫妻不和的，我没见过夫妻不熟的。吃饿了吗？谢随东，我去做饭。我们离婚吧。全麦面包加黑咖啡，还是黑松露芝士口沫烩饭？或者我们家谢太太下个凡，来个鸡蛋煎饼。啊，给您，拿好。谢谢。哎，不谢。这煎饼放的什么？好吃到一天要买2趟。你给我发消息，一天有2回吗？哎，转，哎，抹匀点。妈妈，你怎么还没有过来呀？饭不吃了吗？饿着肚子赶着去哪儿啊？问你话呢，去哪儿？出门。你是出门还是出轨啊？穿成这样。我穿成哪样了？太严了。谢太太，你出门还是得顾及着点伴侣的脸面嘛。你见过我出门穿的不守男德吗？那你就别守，你穿开裆裤都没人管你。宁宁和周周来到京津上学是冒险的，就怕被孩子他爸发现。那种家庭最看重血脉了。没事儿，我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，小心点儿。茫茫人海，哪有那么容易被发现啊？如果被发现，就把我妹上交，让她小嘴巴嘟嘟甜一点，骗爸爸的钱给大家花。好呀好呀，把爸爸的钱都拿过来花。再不把我上交，我保证3天之内气死他。下一位。许医生，久仰大名，我们应该一直知道彼此的存在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坐下来这样面对面的聊过。
如果有什么流言蜚语传到了许医生这里，还请许医生不要相信。挂号的患儿是个幌子。当然不是幌子，我怎么会故意占用医疗资源呢？表姐，你过来。你儿子在班级里具体是什么症状？口述给许医生听一听。许医生，我来之前加过一些病友群，全国各地的家长都夸赞您认真又专业，推荐我来挂你的号。说孩子的情况。对，孩子，我的孩子今年7岁了，一直都好好的，就是最近老师突然跟我反映，说他在班级里听课不认真，经常走神。我这才上网查了查，怀疑是不是得了癫痫。孩子没来吗？没有，他上学不能耽误课程呀。疑似发作的视频有吗？没有。这位妈妈，这个病不是感冒，不是发烧，它病因复杂，需要做的项目也很多。叫下一个。好。您来一趟是什么都不带啊？连最基本的孩子都不带，这叫许医生怎么看？你是这个科的医生，你对待病人家属什么态度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一会儿去你们领导那儿投诉你。这位尊贵的儿童家属，拜托你下公听一下，外面还有一大堆孩子等着看病，下午看不完，又要在京津多住一宿，不是所有人都不差那300-500块钱。现在这态度够好了吧？再好，我可就不会了。抱歉，许医生，是我们准备不充分，我们下次再来。喂，金桥啊，今晚陪我跟几个老朋友吃个饭。好，这次回来，你跟隋东多培养培养感情，工作重要，家庭也很重要。知道了。盼多少年了，才盼到我儿子谈婚。我和他妈去年多愁啊！你们家博文那可是年轻有为啊，哪轮得到你们夫妻发愁？我可听别人说了，都是博文挑别人。彤彤和博文第一次见面，那可是100个不同意，嫌我们家博文比他大10多岁。几位叔叔阿姨都在呢，跟几个朋友在隔壁聚会。我听经理说，我妈来了。徐医生，昨晚睡得好吗？叔叔，我现在已经知道丈夫比妻子年纪大的好处了。这年轻的男人啊，狭隘又小气。现在我们年轻人都说姐弟恋，狗都不谈。许医生不是比这小娘要大2岁吗？哎，吃你的吧！博文啊，我记得你打小身体素质就不大好吧，跑2步都喘。不用10年，也不用20年，最多5年。人家谁能分得清彤彤找的是年长的还是年迈的啊？再锻炼了，隋东，你别介意啊。彤彤还小，她不懂事儿。还小呢，这万一我这心仪的女人在这儿，人家听了看不上我这小2岁的，老婆没了，我去哪儿找啊？这管天管地的，还管人家姐弟不姐弟的，扫兴了。各位先坐，走了。金桥，我刚刚喝了一点酒，一会儿啊就不开车了，你送我回去。丈夫和其他女人的绯闻传得沸沸扬扬，你这个做妻子的不采取一点举措，金桥，你太端着了。我能怎么办？狗发情能阉，谢随东能吗？如果你是说对付外面女人的举措，我想不出。如果您有经验，可以传授给我。做妻子的管不住自己的丈夫，
还指望谁来替你管？这句话本来不应该我来讲，但你父母去世的早，我一直把你当亲闺女一样疼。生养他的人都管不住他，如果真叫我一个外人管住了，岂不是让生养他的人心寒？许金桥，在你没有嫁进谢家之前，你那可是对我乖顺的不得了。我怎么记得是您当初3番5次撮合我和谢学东，说看中我临床与科研贡献双强，社会影响力正面又突出，还说随东娶我进门是捡到宝，还是说您在骗公公和随东，并不是看中了事业，有什么别的全家人不知道的目的？许金桥，你这是在挑拨离间全家，我怎么捂不热你？我的老天爷，您可算是回来了！我的老天呐，又怎么了？我那仙女下凡，难得一见的谢太太呢？我说一句，他顶一句。你要是再不管他，他都要骑到你妈头上了。太太，您让我找的读书笔记箱子都在这里。哎呀，怎么被人打开过呀？太太，天地良心啊，我可不敢动您的东西。没事，里面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。哟，这大晚上的在我房间干嘛呢？跟我太太开小会呢？先生，太太，你们想吃点什么宵夜？我这就去做。不用，林嫂，我不饿。不饿，回家不饿，一般就代表在外面偷吃饱过。经验的人一起去哈佛，他身上的奉献和使命感，我们的学生时代结束。看不懂。不过术业有专攻，人家天才医学学霸之间看得懂就行了呀。我文化低，八竿子打不着，这要是硬看呢，被人嫌弃。我从来没有说过你文化低，是吗？你是没说过，但你表现出来了。下去吧。我的行为大概也没有那个意思。当然，我说这话也不是想修复我们之间的裂痕。有意思，我们之间竟然还有裂痕了。有裂痕的前提，是不是代表我们严丝合缝的粘在一起过？谢太太，你认为我们什么时候合过？亲过嘴算合过，还是说钻过被窝算合呀？你摸着，跟哪个男人心意相合过的良心给老公讲讲。皱眉这一下，又在觉得我学历低，说话粗鲁了是吧？没有。有啊，没办法，谁让你老公我浑身敏感点，敏感的要命。敏感就吃点氯雷他定，一片不够吃一盒。还有，你就当我嫌弃你文化低好。你看，果然。没事，男子无才便是德。谁无才啊？我。妈妈，今天带着俩孩子去幼儿园面试，我可太快乐了。我就把他们刚送进去10分钟，幼儿园园长亲自笑呵呵送出来的，说这孩子教育的非常好，而且10项全能，没有短板。园长还有说什么其他的吗？他哪敢问呢？你也不想想，这孩子的身世都被你编成什么样了。正好，明天我有空，我去接他们放学。周周、宁宁，你们两个要不看一会儿别的？不要，这个比较好玩。妈妈，你不觉得解数学题也是在玩游戏吗？喂，青桥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徐熙，李象征的老婆。当然记得。上个星期我和象征的孩子满月，想邀请你们夫妻俩过来家里做客，看看孩子，沾沾喜气，你看方便吗？我尽量。妈妈，那你去吧，我和妹妹在车上等你。那我先送你们回家，来得及。
不用不用，还是直接去吧。就是。你们是想见见他？妈妈，我想要见他真人一眼。会对自己的爸爸产生好奇，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。妈妈希望你们知道，妈妈不会阻止你们，只不过要小心一点。你们的爸爸是一个警觉性和侦查能力极强的人。如果在你们没有确定要跟他生活之前，一定要小心。我们在车里不下去。抱抱孩子吧。我先洗个手。哎，隋东，网上你和黎家那个小私生女的绯闻闹得沸沸扬扬的，要我说你要真有什么，趁早断了，还是安分守己吧。啊！许医生，你抱孩子的手法好标准，比我抱的都好。我们家月儿嫂抱的跟你抱的姿势简直一模一样。真的吗？可能我有当妈妈的天赋吧。看到了吧，这许医生身上充满了母亲的光辉，抱孩子抱得那么熟练。你呢，干点正事儿，该往哪方面努力就往哪方面努力。你们以前那么好，别冷战，夫妻之间冷战影响感情。等晚上他睡着了，爬进他被窝里，抱紧就好了。要不趁今天这个机会把事说开，打铁得趁热。可我不是一个会打铁的铁匠。我先去一下。隋东，这夫妻哪有隔夜仇啊？听一句劝，一起回家。这夫妻之间开什么2辆车？你不给媳妇开车，给谁开车？劝什么劝啊？你有看到我和他有爱吗？行了，别劝了，回去。许金桥，谢太太，是不是有些自视甚高了？这一开始追你，那是家里被迫，在一起后来才知道，可能是我缺什么，要补什么。你的优异成绩和学历滤镜，其实啊，娶回家过上一段日子，也就知道学霸本身是很无趣的。学历滤镜这个东西啊，消失的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快。你们一同去哈佛刚走，我就发现比婚外更好玩的东西。这一对比啊，学历太过正经，没意思啊。对了，那套婚房你该住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我对你早就没了兴趣。哦，对了，不瞒你说，我的谢太太，我为什么不回家？我怕你睡我。你怎么追到我发小家里来？是不是结婚那10日让你很是难熬？也是，像我这种综合素质高的很难找。我这一向冷脸的谢太太，这一抱的时候就羞涩的乱七八糟，哭得我见犹怜。怎么，喜欢我更粗暴的对待？怎么，我说错了？同学、护士、药袋，跟你思维高度一致是你同学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一个比一个说气，你那帮同学里挑个最健壮的出来，跟我掰个手腕。我受不了了，我要打他。如果我连妈妈都保护不了，我还算什么男人？哥哥，不要冲动。不过，我也有点想打他。
你别去了，你跳起来够得着他膝盖吗？枪呢？把枪给我！不要去，哥哥。妈妈说你和爸爸长得很像。没事，我装外国人就行了。哟，西宝！你是哪里冒出来的小屁孩？见义勇为是吧？啊！放开我！怎么，你也看他好看啊？你把别人家小孩放下来，放下！我不放，放下！我要替他家长好好管教管教。你这个神经病，放下！小孩，你快点走，快走！这男人为了躲避鼠枪，还把脸埋进妈妈怀里，这也太弱了。妈妈却很强，难道这就是宋奶奶说的为母则刚？快走！哥哥，快走！媳妇儿，这么爱我，你真的想以天为被，以地为床？是不是看人家都有孩子，你也想要了？我也可以，你这个基因生下来会高考就行。有必要吗，谢随东？你就不能好好说话？怕夏家建议啊？那他建议得完吗？谢随东，我不想跟你吵架。话不投机，我们也没什么可说的。走了，我们离婚吧。我说我们离婚。谢随东，我们离婚吧。其实我们早在4年前就该放过彼此了。是的，这也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4年。你没有什么其他想说的吗？财产的分割，法律自有规定。以前你心甘情愿赠予我的，我不会返还。比如医院附近那套房子，离婚要走的程序，我随时可以配合你的进度。至于婚房别墅里的东西，我这周末也会尽快回去处理。离婚当然没问题，可我一向只许自己放火，不许别人点火。你在国外跟谁好过？背着我跟别的男人过没过上好日子？有啊，不光点了同胞的灯，还点过洋灯，体验感特别好。你想要的绿帽子如愿给你，开心了吗？我从来不否认我对你有过短暂的心动，但心动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，特别不值钱。彤彤说的也没错，年下比不了年上一点，年下太好搞定了，给点甜头就像狗一样的发情粘人。年上不一样，让早就热烈过的人再疯狂一次，可太无趣了。不是说不在乎，不在乎怎么还这么多话？离婚的程序我处理好了，会尽快通知你。哦，对了，回头啊，别在长辈面前这样跟我长篇大论的吵，我怕他们听到会来一句还能吵，说明日子还能过。妈妈，你当初看上他什么了呀？这个问题有点不太好回答。网上说了，爸爸属于天龙人，别人会喜欢上他，不是很奇怪的事情。但妈妈也很优秀啊，为什么会喜欢上他呢？我猜妈妈，你是不是学习学疯了？没有学疯，他也有可取之处，这点不可否认。可取之处什么呀？你不是说网上说爸爸是天龙人，他还挺接地气的，没大架子。那是接地气吗？妈妈，你要分得清那是接地气还是接地府。好了，该睡觉了。看来明天还要回一趟婚房，收拾东西。来啦，大爷，她一个1清2白的女医生，您怕她干嘛？当婆婆的跟她说几句话，还至于叫上我和我妈来啊？你太高看你大姨了，大姨老了，
遇到现在这种蛮不讲理的年轻人啊，一点辙都没有，吵不动了。吵不动您打呀！我还以为大嫂是一个高学历学霸，有涵养。现在听您这么一说，这分明就是一个会装的绿茶婊子。走，一起上去会会他。他要是敢对您不恭敬，您就一巴掌往他脸上狠狠的打，往肿了打，我就在一旁帮您摁着，您看行不行？好了，走，先进去。哎，走吧。哟，这不是许医生吗？清高什么呀？在医院和各种公开场合装的好像一个学术大佬，其实就是乡村里面拼出来的小家子气拜金女，还是一个被老公玩了1年就玩腻了的最没用拜金女。峰峰，妈妈警告你啊，以后娶老婆可不能娶一个这样的女人，给她钱她都不知道怎么花，一看呀就是小时候穷日子过惯了，突然攀上高枝儿，可是又没有别的千金名媛身上的气质。瞧瞧这一身的清贫相。表嫂啊，什么是上嫁，真的懂吗？其他家世比你好的都知道遵守婆家的规矩，谁给你的底气让你在夫家耀武扬威？你也不怕我表哥回来活活打死你？哎，我真的不理解，隋东好一阵子了啊，放着那么多千金名媛让他随意挑，他挑来挑去，挑了个最上不了台面的。就是，你说说看，他这样子死读书的，能认识几个奢侈品标啊？那也不耽误我认识弱智草包。被千姐像牵狗一样牵出来咬人，还真以为自己得到重用。你在得意什么呀？谢随东不喜欢你了，不要你了，他已经有新的目标了，冷暴力逼迫你主动提离婚，你不会看不出来吧？住口吧，胡说什么呢？姐，我哪里讲错了嘛？他现在就是你们家隋东衣柜里面一件可扔可不扔的破旧衣服，占着地方又没人穿。啊！这是什么家庭养出来的女儿啊？把内裤晒在丈夫家的院子里，知不知道这样会给丈夫带来厄运的？金乔，这就是你的不懂事。女人的内裤怎么能晾在院子里呢？你丈夫的一切你都不考虑吗？大清亡了多少年，女人的内裤不能晒在院子，那我晒在谢随东的脸上，让他用他的阳刚之气给我晒干。你还要往隋东脸上晒内裤？你这张嘴真的该找人来给你撕烂！表嫂，我听说你父母都死绝了，背后可没有人作为背景，为什么这么不识时务呢？高学历并不能当饭吃啊！没听过一句话吗？1本2本不如我们彭谢两家的户口本。我从小就学历低，但你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当领导吗？在哪里啊？把他给我抓起来！表哥，怎么了？我哪里做错了？你说，我改还不行吗？隋东，峰峰可是你的亲表弟，他骂那个孤儿几句，你生的是什么气呀？你们全家有一个给我能拿出高中毕业证的来吗？你们全家都是关着门偷偷拿4肢走路的是吧？啊！你表哥还在，婚还没离，当1天老公，站1天老婆的岗，找死都没你这么超劲道！滚回去道歉！如果你说的没有唱的好听，就滚回来继续挨踹！去！我知道，表嫂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已经道歉了，你就原谅我吧，表嫂。我和你妈是亲姐妹，那峰峰和你算亲兄弟啊！对，家里人吵几句嘴啊，你就偏袒着一个外人。峰峰有什么不对的，你好好说，上来就踹，这脑子踹坏了可怎么办嘛？就你们家这猪脑子还用踹坏？生下来就不太行吧？谢随东，你讲话太难听了。我还有更难听的呢。我本想说这上帝用边角料造他，但我想想这不符合科学逻辑啊。上帝也不背这锅，这纯属就是你和我那直不起腰来的淫妇，精子卵子质量不行。姐，你说句话呀！金乔，刚才隋东的小姨有一句话骂你骂错了，图书好怎么可能没用？你看你这个脑子有谁比得过？话没说几句，但句句难听。现在倒好了，把全家人都逼疯了，只有你一个人冷静地表演着受害者的角色，情绪没有受到半点的影响。我又不是领导，我天天上班，哪有精力情绪是？
可我说的也没有错呀，随东，你根本就不爱你的老婆，一个被你弃如敝履的女人，我们当长辈的还不能斥责几句吗？你自己都虐待的人，我们自然也不会好好看待喽。我虐待老婆？你没有吗？哼，刚结婚那年，你老婆可没这么瘦，幸福的满面胶原蛋白。再看看现在，瘦的跟个纸片人一样。都是女人，谁没被老公扎过呀？谁没失恋过呀？这个时候啊，最容易减肥了。老婆，你瘦了吗？新婚时是最闲的阶段，现在天天工作，忙起来自然也就瘦了。结婚时的麻辣鲜香是一点都不停啊！老子一个24下完美老公，变着花样把老婆的肚子和嘴都喂得饱饱的，结果换来老婆的忘恩负义。你能放开了吗？你还没原谅我呢，表嫂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吧，对不起啊，表嫂，我以后见了你面，保证给你当牛做马，我以后肯定对你好，表嫂。我哎呀，你那什么声音啊？吐字不清，黏黏糊糊的，让你道个歉。你在这给我装可怜演柔弱，谁让你表白了？给我重新来！是不是表嫂答应和平离婚，我就算立功了？表嫂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其实犯不着对感情太认真。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？你若盛开，清风自来。表嫂，你已经盛开了，清风随后就来，你不用吊死在我表哥身上了。我指望你这张嘴能说出什么好话来？去，把他给我放到外边，想好了再进来。啊！松手，你干嘛？随东，你真的叫妈妈非常失望，你的所作所为对不对得起孝心二字？别说是一个你不爱了的女人，就算是你爱她如初，那也得分清谁近谁远。一个女人而已，她们都只能是你人生中最低级的一种欲望，你不能投入太多。什么叫低级欲望？妈，你也是女人，这欲望不分高级低级。这人本来就是动物，仁义礼智孝那是排后面的东西。行了，站着干什么？进去吧。这么多天过去了，离婚协议你让你律师看得怎么样？我的谢太太是着急拿到离婚证，再跟别人顺理成章。怎么还沉默了呢？我谢随东当了婊子就不立牌坊，就比如我现在看见谢太太就有了动物的本能，这没什么可羞耻不能。那割了吧。我们非要这样吗？不是都说男女关系发生之后，没个几年的时间很难走出来吗？我们大汗淋漓，意乱情迷，不是随时可以卷土重来吗？你和别的男人喧嚣的间隙，有没有一丝丝的想过我？你是下体控制脑干了吧？装什么神奇？你是狗吗？见人就舔。嫂子，东哥，把他给我安全的送回家。哎，好。嫂子，东哥让我送你回家，应该是担心彭家那俩没长脑子的一大一小找你麻烦。不用。嫂子，能不能给东哥一次机会？还是算了，是我多嘴，我怎么像个封建余孽？陈昂，我不否认他的专业能力强的让你崇拜，但是在男女这件事上，他配不配做人，你清楚的。那好，既然提到这件事，我问你，你东哥和黎清雅到哪一步了？离婚这件事，黎清雅不逼一逼他？嫂子，我真的不知道东哥发展到哪一步了，而且我也没见过黎清雅。陈昂，你是一个很好的人，记得不要跟他学。他既然给你资源，你就好好利用。人往高处走。嫂子，你对我那么真诚，我居然还要把你往东哥的火坑里推。其实有一次东哥回来，
他的脖子上面有一处很明显的草莓印儿，还是那种新鲜的。我知道那2天东哥根本就没见你。谢谢。宝贝孙媳妇儿啊，奶奶，你和穗东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吵架啦？昨晚赖在我们这儿不走啦？我跟你爷爷真受不了他，人狗殊途，不能住一个屋檐下太久的。他给我念叨的，他没地儿睡，说是被媳妇儿啊冷暴力了，被赶出来了。给他找个绳挂树上得了。您看，撺掇自己老公上吊，这对吗？啊，爷爷奶奶，你们照顾好身体，听医生的话，我先上班了。哎，我来谈离婚。进来的。坐下的。谈什么谈？你上当了。洗这么香干嘛？勾引我？我意志力薄弱，太太用这种眼神看我，我心都酥了，浑身过了一股电流似的。怎么还用这种眼神电我？嗯？加大电量，看看能不能电死你。这什么？擦脸的。改天我也买2块小毛巾用，谁还不是个宝宝了？我还纳闷呢。我突然想起来，咱们俩谈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让我叫你宝宝？原来太太不是不喜欢当宝宝，是不喜欢给我当宝宝。我今晚留下好吗？谢随东，发情了麻烦你去找别人。我不是说了，我爱谢太太，爱得死去活来。我想回头了。哼，回头？回你的大头还是回你的小头？我不知道，谢太太对我身体比较了解。你说我回来找你干什么？往哪儿走？说实在的，谢太太，你说你离开了我，你上哪儿找这么好的老公啊？男人嘛，关了灯都一样，体验感好不就行了？再说了，4舍5入，我们也算老夫老妻了，拍拍屁股都知道对方想的是什么啊！谢随东，你谢随东，你看不到我的痛苦吗？我现在看到了你的痛苦，你的痛苦非常具体，那就是我。许金强，你回答我，你有没有后悔当初跟我在一起过？我特别后悔跟你在一起过。可以，回头跟你前任复合了，你记得带过来给我见见，我看看他到底是何方神圣。至于其他的，希望你以后生活一切顺利，一切都好。哎，兄弟，你这是被老婆赶出来了，你呢？嗨，同病相怜啊！这年头啊，女人呢真不好搞定。你住3204啊？对啊。我还是第一次碰上你啊。我怎么记得对门是个年纪不小的女医生啊？好像是个独身主义啊。
独身还能独一辈子吗？丁克多少后来要孩子的。其实说句公道话，全看后来遇没遇到对的人吧。也是。对了，谭女医生的体验感如何？黏不黏你啊？平时回你消息快吗？黏啊，非常的黏人。女医生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忙，是吧？老忙的就是不爱对方嘛。我这个呢，急诊的嘛，救护车上都会给我发张风景照。这还是他年纪大，要是年纪20几岁的时候，那不知道要多粘人啊！哎呀，没关系，错过了你妻子的青春期，别再错过人家的更年期。啊，我走了啊！哎，更年期，你帮我查一下，许金桥对门3204是不是住着一个男的？如果是，你帮我查他。我说谢随东，你这有点疑神疑鬼了吧？人家男人也不符合你抓小三小四小五的范围吧？裴福州，你知道年羹尧为什么死吗？行，你说查，我就给你查。你给我形容形容这倒霉蛋的特点，不好筛选。看着不高，看着没什么文化，那点墨水好像全都纹身上了。上次答应陪我去吃蟹宴，今天本小姐亲自来打，许医生赏个脸喽。我突然不想吃螃蟹了，要不换一家？这次又是什么新闻？黎清雅的还是谢学东的？还是黎清雅和谢学东的？你知道的，我不是逃避的性格。黎公主，像你这样在蜜罐里泡大的公主，有很多影迷朋友啊，要我们主办方务必问问，您认为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真正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？我和大家一样了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女孩，在恋爱中也想成为被对方捧在手心里的小女孩。方便分享一下您和您爱人的相处模式吗？有没有吵过架？一般吵架后谁先低头呢？呸！我真的是要吐了。懂这个圈子的都知道，这种采访会提前给出台本，主办方也没胆子擅作主张，炒作这么大个意思，他逼宫还能逼得再明显点吗？他霸道的很。算是我粉丝口中的爹系吧，我们也各自有身份，暧昧不清的拉扯了几年。在捅破窗户纸之前，他背地里为我做了很多。直到有一次我喝醉酒，鼓起勇气问他，我们是什么关系？是掩盖在伟大友谊之下的畸形关系吗？那一晚我们就发生了关系。哇，黎公主真不把影迷当外人，女孩子也有追爱的权利啊。我们是合拍的，但也会吵架。也会分分合合，他又是那么高傲的男人，怎么可能对我主动低头？那最后黎公主还有什么想对影迷朋友们说的吗？你们放心，嫁他我会考虑，孩子我暂时不会生，我怀过孕这件事也不是秘密。如果我不是一个把事业放在第一位的女人，我也不会主动打掉这个孩子，毕竟这是多少女人梦寐以求的龙种。哪来的龙种？分明是狗杂种！你说这李家是什么家风？我要是他爸妈，今晚回去肯定打死他。他真的把互联网当成他和谢穗东的床了。想起来了，他是私生女来的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我就说了，换一家，我都怕他一不小心当中生一个。这是什么？昨天某人发情，回头了一下。回个屁的头！他是让你说他的。乖宝，你还好吗？我很好，事实证明，破房子谁住都漏雨。哎，黎清雅那个公开谈爱人的采访，你知道吗？他公开谈恋人、爱人、仇人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是跟你没关系，但在你那个谢太太那儿，在普罗大众的眼里，那疑似的爱人就是你。谁在乎？到底谁在乎？徐东，我认真的啊，你很在乎你媳妇，你别不承认。我要是你，我就坐下来，好好的跟她谈一谈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闹得谁都不愉快。不在乎，
我有什么资格在乎？我在国内，只是他随时想到了就要玩一玩的男保姆。那可是你在国内查小3、小4、小5，你说会不会那个方向错了呀？要不我再查查国外那段时间？你笑话我呀？喜怒无常的死冤死！先生，明天是中秋家宴，您过来吧。他回来了。太太说他不来。怎么就让他回来签字离婚就这么难呢？走了。桔梗是太太喜欢的，玫瑰是老夫人喜欢的。哎，用哪个呢？我出老命了，这可不能怪我擅作主张。谁让你们都没说过该怎么布置？叽里咕噜的做法呢？啊！哎呀，我看这花素淡优雅，我以为是中秋节摆放的呢。不过先生要是不喜欢，我这就把它换掉，这就换掉。布了撤，撤了再布，给你开那么高的年薪，让你在这磨洋工啊？那我不撤了。倒杯咖啡去。哎，我来签字。还记得吗？新婚后的第一个中秋家宴，这是我第一次送你这种品种的花。是吗？摊个牌吧。其实我送你这花，是喜欢，是冲着这花的花语纯洁、温柔，象征着温婉端庄的特质。其实都是骗你。我送你这束花，我觉得它特别像你，奶白奶白的，干净的，不染一点杂质，特别适合落在我这种没素质的混蛋手里的。谢随东，混蛋够了吗？好聚好散很难。许金桥，你知道的，像我这种混蛋说不出什么好话，你指望我说好话，这辈子是不可能了。你觉得谁说话好听，谁不混蛋，你找他去。谢随东，你确实是个混蛋，是个流氓，是个人渣，所以放过我，让我去找不混蛋说话好听的。是，像我这种嘴毒的人，你觉得我能是什么好男人？真要有了孩子就要生呗，我又不是养不起。我错了，我下次一定做好错事。现在想想，那时候跟你吵架真是多余。你那么卖力，竟然一次意外都没有。在生殖科，夫妻做到了一定次数，没有动静，可能是男人少精、死精。下次结婚，建议谢公子去看看男科。许金桥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离婚认真的吗？我想好了。不是赌气。谢随东，我只想快点签字。好啊，既然这婚都要离了，算算总账吧。混蛋东西，结婚满打满算5年了，中间聚少离多的，加一起相处时间还没半年，这严格来说，你们还是新婚。谢太太，我错了，行了吧？你什么态度啊？错了就是错了，你还加个行了吧？我这心脏呀，就是被你爷爷这一辈子说了无数个行了吧给气出来的。说我干什么？先管孩子。金桥，今天中秋节，你吵架也不看看时间和场合。我不要求你平时尊重我1分半分的，但今天爷爷奶奶都在，你这样做，多少有点不懂事了吧？签字吧。签字？哇哦，我可真是个大混蛋。这问题出在哪儿了？哦，可能是出在谢家祖坟上。等等，老夫人，哎，老夫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老大，快去给奶奶拿。奶奶，
哪里不舒服啊？我这撕个离婚协议，怎么还撕出了这个效果？你问奶奶哪里不舒服啊？你一说话，奶奶浑身就不舒服。好孩子，错肯定不在你。好孩子，奶奶说主持公道，就给你主持公道。爷爷和奶奶呀，不封建，但凡封建了，5年过去，还能不催你们要个孩子？奶奶，瞎主持什么公道？他外边有狗啊！许金强，我说的没错吧？隋东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怎么还改不掉你身上犯浑的这个臭毛病？乔乔啊，学识好，教养好，长得好，有责任心，还有爱心，人家呀配不死你。奶奶，你好好休息，我还有事，就先回去了。奶奶，我也有事，就先走了，你好好休息啊。唉，这大过节的这么有空？我哪天没空？也是。喂，不忙，你怎么了？哎，你儿子怎么了？我在纽约回不去，我媳妇儿也不在，家里没有人能去。你们谁有空啊？赶紧装成我儿子表舅舅去一趟。你儿子不是班长吗？表现一直很优异，怎么还被叫家长了？别提了，人外有人嘛。最近我儿子班上转来了一对龙凤胎，真正的基因彩票。听说姐妹俩各方面全能，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。我儿子跟人家其中的哥哥起了冲突，老师主张双方家里来人调和一下。我明天有个必须到场的局，实在走不开。这样，我问问明天谁有空，替你去一趟。我去吧。老师，我爸爸妈妈吵架了，一个吵完飞去了前女友定居的纽约，另一个连夜飞去了前男友定居的芝加哥。这次是谁来解决呢？你爸爸说是你一个表舅过来。可以。段旭的表舅来了。你好，老师。来的是我爸爸，到了你就把2条花臂露出来，找茬挑刺，实在不行无缘无故暴揍一顿他。上次在你妈妈门口我碰上她了，再见面肯定不行，我让你们送奶奶过去啊。不用，我和妹妹可以应付。喂，宁宁叔叔。哦，是这样啊，怎么都没空的吗？好，我跟对方家长沟通下，再给你回个电话。段旭表舅，是这样的，宁宁和周周2个同学的家长，一个在忙，一个同学的家长临时有事，打电话说都没办法过来了。您看，段旭的家长也忙，没事。你妈妈呢？你不是说你妈妈很厉害吗？正因为我妈妈很厉害，很伟大，所以现在忙得离不开她的工作岗位。哪像你的家长，好像很闲，大概平日里对社会没有任何的贡献。我表舅可厉害了，学历也高，就算他不是一个985，那肯定也是个211。可是你这个表舅的气质，看上去顶多像坐过211路公交车的。妈妈忙，那你们的爸爸呢？死了。今天头七还魂，我又见到他了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谁的事找谁。我的妈妈很伟大，很忙，我爸爸又死得罪有应得，我和妹妹自生自灭，没有什么办法。段旭，别人家长不在，算了，咱走吧。老师先走了啊。就这样。对，有受伤，不属于肢体摩擦，可以定性为人格上的摩擦。那旭旭给人家道歉了？道歉？不是产生了摩擦啊？但是你儿子单方面的被人摩擦。需不需要送你们回家啊？不需要。
我和哥哥不需要你。又改密码？许金桥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金桥，我们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啊，今天早上。哎，站着干嘛呀？怎么不进去啊？来的这么不是时候，你让我们夫妻聊，当着外人的面怎么聊啊？谢随东，你别跟谁说话都这样。许金桥，我是你的狗吗？我要听你话。你非要这么说话吗？那你也不反省反省，我为什么要这么说话？别说了也好。你需要冷静一下，走吧，我下去送你。不用，大哥。你没事吧？是他不像话，但也没办法，没人能做得了他的主。没事，大哥，我去给你拿书。好。慢走啊，大哥。好，谢谢啊。周周，你和妹妹在哪儿呢？先别上来。妈妈，我和妹妹在小区里玩，我感觉有一个很高个子的男人在跟踪我们。你说，我有没有可能已经有孩子了，而且还是儿女双全啊？你说一说，一个女人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给男人生孩子？东哥，那这情况可太多了。全球范围的话，有的代孕给生。谁让你说全球范围？说我们国家男女之间正常的生孩子，别整那些没用的。东哥，那正常情况下，家里长辈逼得急，有的就要了孩子，那有的呢，大城市里相亲的，包括婚姻也有。但是自由恋爱因为爱而生孩子的更多吧？那如果是我和许金桥呢？哑巴了。东哥，你们都要离婚了，哪来的孩子呢？你们还遇见了什么奇怪的人和事吗？妈妈，你放心，没有人近距离靠近我和哥哥，我和哥哥也没有受伤，哪怕一点点伤。所以没有人从我和妹妹身上取走血液、带毛囊的毛发、口腔拭子、唾液等等。你们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？因为我们和妈妈是一体的呀。宋奶奶说妈妈没有家人了，但又想要有血缘关系的家人，就从自己的身体里分出来了两个崭新的你自己。妈妈，你放心，我们是不会离开你的。明天来婚房签字离婚。谢随东，我们好歹夫妻一场，和平一点结束。如果今晚你不签字的话，我会着手准备的。我们谢太太这个小身板，生了孩子还生了2个，应该不是顺产的吧？我大概率猜测应该是剖腹产。谢随东，你胡言乱语什么？长这么大，我从来没有急于挣脱一个人到如此地步。离婚以后，我甚至不会跟任何人提起我嫁给过你，简直就是黑历史。我签字。你怎么那么好骗啊？许金桥，你的黑历史，心肝当然也是黑的。果然
真可怜啊，好好的怎么就出车祸了呢？留下孩子一个，真造孽。谢随东，不久后的某天，我会让你的爸爸妈妈给我的爸爸妈妈一命抵一命。你会不会为了你的家人抢走孩子，再不着痕迹的弄死我？我不干什么。放开！我不放开我，谢随东！不行，我怕你跑了，我好不容易把你骗过来的。如果我再让你跑，我以后该用什么办法把你骗过？金桥，对不起，你解释一下你肚子上的疤痕是怎么来的？想了这么久还不说，是在想找什么借口？阑尾炎手术这种借口就别说了，很影响你们学霸的水平。其他的腹部手术你也不用说了，否则我会去其他家的医院友善的去要说法。说话。谢随东，我在国外想起你，恶心的切腹自尽过。国内的自杀方式没有这么变态。别说了，你说的我都信。你看，男人就是这么好骗。老师，我来接段旭放学，顺便把这2个孩子送回去。啊？老师，我们不跟陌生人走。别让妈妈担心，我们3个聊一聊。段旭的表舅。换个称呼。这位叔叔。你们该叫爸爸。虽然我知道你们叫不出，我能理解。因为我小的时候跟你一个德行，就是因为有另一个基因稀释了我的基因，所以你们现在变得比我小时候更有个人样。那你想怎么样？你可以说了。你们乖乖听我的话，我让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，为了促进我们的家庭和谐。我们凭什么要听你的话？卖给你了吗？我们又不想认你。是这样的，虽然我可以利用法院的传票来威胁你，但我不是那样的坏人。那怎么办呢？你们说说，我挑能答应的答应。我们回去考虑考虑。也行，我第一次当爸爸，不太了解。加个联系方式呗。我们只有电话手表，加不了。我之前没有孩子，不知道有电话手表，那我可上网查了。如果我查出来你们是骗我的话，奖励法院传票1张。加还不行吗？那这样，你们回去告诉妈妈，她想聊，随时来找我。那事已至此，我们一起吃个饭吗？许金桥，一个晚上加一个白天，你慢悠悠的根本不找我是吧？你需要冷静2天。哦，我还需要冷静。那你知道吗？今天的事情，但凡是换做一个老男人，你知道他会怎么处理吗？他会一纸传票送到你家和你的单位，不考虑你和孩子的心情，只看最终的争夺结果，就是这样。我们之间能不能痛快一点，有个尽头？你想要什么尽头？我想要的尽头是两不相欠，互不打扰。那不好意思，满足不了你。谢随东，我们之间没有必要为了伤害对方做出这种无谓的纠缠，这样会逼疯婚外的第3个人，让人家觉得没有被公平对待。第3个人还想要公平对待，那老子要不要8抬大轿给你招婿进门呢？要说你那个前任真是一点用处都没。那倒也不是，书呆子有书呆子的好处，他可以给孩子当家教，他教好了，我可以高薪聘请。我说的是黎清雅，你说的又是谁？
谢延航从小到大多么正直善良，你比谁都了解。我没有外遇，也没有第三者，你有。我只是想跟你离婚，怎么就这么难？是啊，为什么这么难？不过我也没有，你少往我身上泼脏水。晶晶找不出第二个老子这样为你守身如玉的男人。你陪黎清雅去香港跑马地的妇产医院，难道是去给黎清雅他家的狗接生的？不管你信不信，我和那私生女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谢随东，那这还真是薛定谔的第三者。成，把黎家那个私生女给我找到。行，我这就去。我实在是不知道哪里得罪了金乔姐，让她在东哥面前那样说我，我下的心现在都还在跳。好了，别哭了，这么大的眼睛，哭肿了可就不漂亮了。一会儿等随东回来，我问他具体怎么回事，他就算脾气再差，还能凶你一个女孩子吗？2个孩子的事情我一直都没管。其实我也知道，随东哪怕离婚了，丫丫也够不着谢家的门第。只是年初的时候去寺院，那位老师傅见了雅雅，说她齿相难得，是旺家兴业的福气。哎呀，这个孩子呀，一直就念着这段缘分。哟，什么齿相这么金贵？那师傅有没有算算他这张脸，经不经得起一巴掌？随东，你怎么跟雅雅说话的？你看你都吓到她。谢太太都快跑了，我有什么脸色跟她好好说话？让开！随东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雅雅，你是不是不懂事，哪里惹随东不高兴了？快给个交代！别给我交代，给谢太太一个交代。从1个半月前香港妇产科医院交的，说错一个字，我饶不了你。你凶他干什么？网上的新闻我都看过，不过就是媒体的捕风捉影罢。晶晶哪个有头有脸的人没传出过绯闻？你难道要把所有的人都抓起来，不依不饶的挨个审问，非要搞得一家人鸡犬不宁？鸡犬不宁？妈，这整个家都是你一个人在说，要不你宁一下？我没想听，是你儿子非要带我来。说！说完，让坐不住的人赶紧走。我这个人又坏又贱，这说不定我会打女人。今天说错一个字，小心你的舌头。报道里只有东哥的侧脸和那辆车，我的照片都是单人的，根本没有同框。而且我和东哥都那么多年没有见过了，微信、电话什么都没有。天天倒贴，我就算这个婚离了，也不想惹得一身骚，是找不到下家了。你觉得我会看上你这种被人嫌弃的私生女吗？李小姐，这是我梳理的时间线，从43天前香港跑马地开始，到最近一次，如有遗漏，希望你亲自补充。东香港那次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哪敢啊！但是我说句实话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经纪公司从中推波助澜，我自己也从来没有关注过自己的娱乐新闻。香港的金牌律师团队都是吃素的，你让他们查，从酒店深夜买醉开始，一个人都跑不掉。是我做的。还有这个，黎公主公开大方谈爱人，这又是谁？许医生，是我一时贪心，我这1个多月鬼迷心窍了，尝到了绯闻的甜头，就如法炮制下一个。我知道对你的婚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，但是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许医生，我的日子也很难过，同阶层的名媛千金圈我又挤不进去，不同阶层的人又不能给我带来什么实际利益，大家都很精明。许医生，你也是从最底层慢慢拼上来的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们的处境很相似，不是吗？你应该很懂我的艰难啊。我的处境并不艰难，太子太女的父母一句话就能让我从哪儿来回哪儿去，只不过我是个知足的农民，还能回去老实种地。处理干净。是。许金桥，疼了没？我没事。随东，
快叫医生拿冷水来，快呀！记得按时还药啊，不能用力。没事，我就先走了啊。我开不了车，陈昂要善后，你给我当司机，回你和孩子那儿。我这伤是为你受的啊，顺便让我去608见见孩子，不过分吧？跟上。啊，爸爸抱。医生说你不能用力。你抱我和妹妹下来，别抱我嘛。去，拉妈妈过来一起看，妈妈的心情会好点。你破产了，跑到我们家里来当男保姆，我们不需要你。嘘，没有看到爸爸和妈妈的关系正在好转，妈妈已经让我进门了。吃饭了。谢随东，我们谈谈吧。老婆，对不起。对不起就和我离婚吧。徐金桥，你知道吗？你当初跟我提离婚协议的时候，说真的，我当时真的快气疯了。或许我们可不可以回到从前？你不爱我也行，你爱谁都行，但只要继续在一起，我不会再跟你吵，也不会再跟你闹，我也不会再说刺激你的话。你让我往东，我不会往西。我们不合适，怎么都不合适。如果离婚后你不知道那些痛苦、孤独的日子该怎么过，可以来找我，我有经验，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做。我对你不差吧？我可以让你在国内过得舒舒服服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只要你要，只要我有。不是许金桥，你是一个活的人吗？你有心吗？当初在一起的是你先勾引我的，你先撩的我不是你有你想要的东西吗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你大可以继续。谢随东，我的心死在了沙宁县暴雨那天，我给你打电话想把宁宁、周周托付给你的那天，或许早就死在了我们冷战的那几年。只不过交代遗嘱那天，我又重新死了一次。截至今天下午2点，沙宁县遭遇了100年罕见的特大暴雨灾害，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。目前确认47人死亡，102人受伤，另有13人失踪，这是沙宁县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。立刻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响应。许金桥当时在那102伤之内，当时我在干什么？我挂了他的电话。你想要离婚，可以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离婚不离家。我听陈昂说，是这个时代的相处模式。我怎么可能同意？孩子不缺人照顾，接送上下学和辅导作业都不需要人。我需要孩子。一般夫妻离婚，如果在感情破裂的时候，有我的条件，没道理不跟你争夺抚养权。我会给你们支付巨额的财产，京津的门面一条街一条街的送。离婚之后，我会尽快安排孩子落户，孩子跟你姓。我答应你，只要有我在的一天，谢家就不会有人跟你争抢孩子。离婚之后，我们彼此完全是自由的。我们的目标只是为了搭伙养孩子。恋爱方面，你谈你的，我谈我的，别让我看见就行。我们的目标一致，就是为了给孩子营造一个和平欢乐的环境。是我无法同意你这无理的要求，定期探望才是正确的。谢随东，你是个人，是个活生生的男人，不是一条狗。很多时候我其实看不懂你，我想来想去只解出来一种答案，那就是你的自尊心在作祟。
你不接受是我主动提出来离婚。我没有跟你想抢过孩子，如果要抢，我早就抢了。最快1个星期，法院调解那天，陈安会通知你。金乔，妈妈顺路来看你，还没到出诊的时间吧？你先去忙吧。好的，徐老师。这是在暗网上的一个买凶杀人网站，目标代号乔，性别女，地址京津。干爸干妈是被雇主加码10万美元，定制了死法以及死亡日期，对方是谁不得而知。我在回国的途中。跟谁发信息呢？这么投入，把我晾在一边。我在回复叔叔的消息。昨天刚签完字，还没有拿到离婚证，今天就改口叫叔叔了。结婚这5年来，我也没有叫过你们，不是吗？不像话，实在是不像话。你和隋东没离婚的时候，你就不应该跟他爸爸私下联系，懂不懂什么叫避嫌？现在你们离婚了，那就更不应该。你存的那点小心思，你自己知道。我不知道，阿姨，哪怕我和谢学东离婚了，我也依旧把叔叔阿姨当做良师益友。哦，对了，小学6年级的时候，老师让每个孩子说一说对未来的畅想。您猜猜，我的畅想是什么？我的畅想是，长大后我一定要来到京津，亲眼见一见你。叔叔阿姨是我人生第一精神支柱，是我活下去的勇气和目标。你这个女孩子，心思太重了。是阿姨心思太重，您对我不信任，对叔叔也不信任。在电视里，你们可是模范夫妻，私底下相处却冷淡的像陌生人。人要为自己的所言所行付出代价。许金桥，你好自为之。嫁给谢随东这几年，是他带我一次次回老宅长见识，可是他太混蛋了，私底下溜门撬锁样样都会，就连你们锁的那么高密的书房，他都可以打开。你进书房了？干什么了？学习。我死后，那些我从你们身上学到的，我会替你们装订成册，宣传发行。谢老师、彭老师这样的人，理应桃李满天下。你现在立刻马上把许金桥所有的网络账号封禁，所有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老实点！干什么？怎么样？有没有被伤到？我没事。你怎么？金桥，我落地进京了。我没事，谢谢你。那这件事就麻烦你处理了。许金桥，你去哪儿？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很危险？我送你去。不用了，谢先生还是处理好你自己的家事吧。
给我查查，这谁派过来的？好，交给我吧。说，谁让你来的？谁指使你的？好久不见，拥抱一下。谢子东，你老婆抱着别的男人，我吃瓜笑出声来，你可别打我啊！干什么？哎呀，这一路呀，我算是大概看明白你俩怎么回事了。你现在冲上去了，我倒不怕你咬那男的一口，我就怕你突然舔你老婆一口。哎，忍忍吧，那不合适啊。你告诉我怎么办？哎，这男的刚抱完你老婆，就把衣服脱了披上去了。鸡长他们家开的，还不走？哎，你这喇叭呀，就跟你对你老婆大爷一样，仅你可见，忍忍吧，啊！哎，这附近哪有厕所呀？你要不先上去，密码7855533。啊。你以为你韩国欧巴？来一根。真没素质。这人呐，他到了一定的年纪，就爱打扮自己。我姐说了，他30岁才开始喜欢粉色。兄弟啊，你真的显老，难怪这么喜欢打扮。你性格都这么坏了，脸长得年轻一点也情理之中啊。再等10年8年就可以讨老婆了。不过现在不行，年轻不懂爱，讨到了也得离。年宁、周周，你们知道涮火锅的锅放哪儿了吗？不就在厨房的柜子里吗？妈妈没找到啊。上次有人给家里做了大扫除，全部清洗整理，消毒了一遍。可是他放哪里了？他走的时候空手走的吗？他那么有钱，不至于偷我们家锅吧？妹妹，你出去问问他，把锅放哪里了？你怎么不去？我拉不下脸，你萌嘟嘟的，脸拉不拉下来都好看，没区别。我们一起去。我给你当牛做马还不行，家务活我都干顺手了，你不得找人帮衬帮衬？哎呀，你故意的是吧？还是说你不会干家务活？不好意思啊，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不太干的习惯这种家务活吧。给我。谢随栋，你不用做这些。那谁来做？你给那些人做，我看见了就不行。你站在什么位置管我行不行？姓许的，我告诉你，那个非主流又小心眼，报复心又重，他故意把我烫伤，我心大，我没跟他计较。你不得给我涂点烫伤药吗？不是我的手背和大腿都烫成这样了，你都不去骂他2句吗？你是幼儿园的小孩吗？幼儿园老师哪有你这种偏心眼的？
以你的身手，他根本就烫不到你，枪林弹雨都打不到你，你装什么？行，那我去把他脑袋拧下来。他要是死了，也是他自找的。我不想在孩子面前吵吵闹闹，搞得家里鸡飞狗跳的。等过几天拿到了证，我们这种接触也不会再有，断了就是断了。你以后想看孩子，我会回避。爸爸先走了，你们早点休息。喂，你怎么了？爸爸，你别死啊！爸爸！发着烧还到处乱跑，死不了。我亲爱的前妻，我想尿尿，你回避吗？我先出去。其实我也没什么事儿，你醒了就行。我先回科室。徐金桥，你知道，我是一个除了爱情的苦，从小到大没有为任何事情牵肠挂肚的十分傲慢的人。你一个人生下2个孩子，抚养2个孩子，这是我心上解不开的一个结。沙宁县山洪，你给我的遗言电话，成为了我心上的第2个结。还有第3道心结，其实2个人相处没有牙齿不咬舌头的时候，这些结的产生源自于我们之间存在误会，我们都选择了不沟通不处理。那你想没想过，我这样的人为什么也等了几年才提离婚，才找你沟通？因为这几年里我在做很重要的事，那些事没做完，我就不处理你。其实从恋爱到新婚再到现在，你的热情我回馈的大多数都是冷漠的，你知道的，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冷漠的人。理智不是坏事，冷漠也不是你的问题。整个京津，大多数人都在忙忙碌碌，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冷漠。你只管冷我，我热乎你，我再也不气你了。许金桥，许金桥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之间仿佛有一堵墙，我看不到墙对面，你也不给我介绍介绍。不过这不是问题，哪怕这是一堵镶嵌满了玻璃渣子的南墙，我谢随东这辈子也决定撞死在你这里了。你很快就不会这么想。感谢各位的光临。有谢某人此生无所憾，唯有家庭和美，甚是珍惜啊！哎呀，我们也倍感荣幸了。气色真好。是什么呀？谢氏集团董事长谢爷曾因制服被实名检举，涉嫌谋杀。这人怎么能谋杀呢？这么大罪名啊！哎呦，谢银、彭英志，我们是联合调查组的人，现接到实名检举，请配合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诬陷，这是诬陷！究竟是谁？是谁在背后搞鬼？是我。实名检举人许金桥。他呀，这是补充证据。涉及21年前彭英志买凶杀人、制造车祸、杀害我父母许文山教授夫妇的全部证据。你胡说！许金桥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！我让你进谢家，你竟敢！触犯法律，就要接受法律的制裁。
这不是家事，是罪行。谢随东，我是你妈，你居然帮他！要是没有我，哪有你的今天？自己的罪行，自己承担吧。这都什么时候了啊！你还指责你的家人？随东，别说气话，现在不是计较你爸妈过错的时候，当务之急是不能让他被带走啊！谢随东，你这个是非不分的蠢货！如果我今天的成就是建立在别人的鲜血和冤屈上，我宁可不要。调查组同志，带走吧。请配合。儿子怎么了？这么你怎么了？老谢，老谢，叫120吧。谢先生，我们尽力了。谢先生，我们尽力了。谢老爷子是突发性的合并脑出血。这是从谢老先生贴身的衣服口袋里面调出来的，上面写的是给谢先生。随东，爸糊涂了一辈子，对不起你，更对不起金桥和他父母。我隐约察觉你妈不对，却自欺欺人。我名下的股份和所有个人财产一立遗嘱，全部留给你和金桥，做一点微不足道的补偿。别学爸，要珍惜眼前人。替我跟金桥说声对不起。妈妈，是爸爸。哼，他又来了。金桥，你有事吗？集团的事情都已经处理干净了，该承担的责任，该切断的事情都已经处理好了。我母亲会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我父亲的遗愿是成立基金会，留给宁宁和周周。如果你不反对，那是他们，我无权反对。我今天来不是以一个谢总的身份，我只是谢随东，一个曾经很混蛋，现在想努力成为一个好男人，一个想重新追求你，追求我们家的男人。宁宁，周周，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让你们叫我爸爸。过去这4年，我错过了太多，但我可以学，可以重新陪你们搭积木，重新学习绘本，可以给我一个机会，一个考察期，可以随时开除的那种。对我的伪装，天使在人间是该场。金桥，我知道以前对你的伤害无法轻易抹除，我不求你立马原谅我，我只求你能给我一个机会，一个重新追求你和孩子的机会。这一次没有阴谋，没有家族负担，只有我谢随东，一个想追回孩子和妻子的人，可以吗？妈妈，蛋糕看起来很好吃。蛋糕糖分太高，1周只能吃1次。还愣着干嘛？上楼。你